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们幸福森林家第12季第2集。照例到了小新喂狗子的时候了，今天狗子好像异常凶悍，几口就把食物吃完了。吓退到一旁的小新看着自家狗子正站在自己的旁边，这就有点魔幻了。那狗屋里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趴到门口一看才知道，竟然是只獾。自家狗子窝被占了，小新当然是第一时间把它赶出去。可无论怎么驱赶，这只獾就赖着不走。狗子也不管怎么样都不愿意和新室友同住。无奈之下，小新只好寻求新小妹的帮助。他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獾平时的主要食物，他爱吃的鼠类基本找不到，不过啄木鸟倒是有只现成的。小新马上询问隔壁的托德借来了啄木鸟，谁知道小家伙一看到里面是只獾，就吓得魂飞魄散，瞬间摆脱了小新的束缚。飞走前还不忘报复一下，办法都用尽了，也没能弄走这个家伙。两兄妹无奈看着他发愁。辛巴突然来了，在得知狗屋里跑进一只獾，他显然是有些不幸的，直接就趴进里面看个究竟。结局惨烈当然是可想而知，脸和手臂是已经没有好肉了，更严重的是肚皮都被撕开了。听从女儿的意见，辛巴决定给动物管制局打电话，谁知按照电话簿里打过去，竟然是个机械声，让他重新确认自己的区号，这真是奇了怪了，这不是个本地号码吗？辛巴走过来为他解释道，电讯公司号码用完了，所以将春田镇区分成了2个区号，一半沿用了以前的636，他们现在这一半变成了939。原本多记几个数字的事儿，在辛巴眼里却形同末日。他决定把这件事通报给所有能想到的地方，报社、电视台，甚至是加油站。然而电话拨过去，依然是个空号。听到里面传的忙音，辛巴直接崩溃的缩成一团。现在他又有新的笔记要写在手上了，看来记住一件事情对他来说真的很难。他现在分辨2位好基友的名字都要依靠手上的笔记，记不住名字可能也是辛巴朋友少的原因之一吧。他向朋友们抱怨划分区号的事，然而他们似乎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。卡尔甚至觉得9这个数字或许更符合宗教信仰，但是辛巴却不依不饶，认为他们没有提前通知。朋友们都很奇怪，怎么会呢？电视、电台都有宣传，航天飞机也有宣传册，还举办过2周区号露营。可惜辛巴并听不进去，自己都不知道，就是没有发过通知。辛巴像往常一样听着搞笑电台放松心情，到了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。这一次发的是谁谁乐队免费演唱会的门票，地点就在春田镇。听到这里的辛巴瞬间振奋起来，这可是他最喜欢的乐队。现在主持人开始随机拨打幸运观众的电话，一串数字念过，这不就是自家的号码吗？辛巴兴奋的守在电话旁等待，却听见电台已经接通了。小新走过来告诉辛巴，他们已经不是原来的区号了，这可气坏了辛巴，直接就把收音机给砸了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小新还恶作剧，自然就被辛巴锁喉了。就这样，父子俩又扭作一团，最后2败俱伤。由于镇民对划分区号一事颇有意见，政府组织全体村民参加会议，为了强调不满，辛巴还背上炸弹，大有同归于尽的意思。电讯公司为解释他们抱怨的愚蠢，特地播放了一个短片，内容大概就是没有人会抱怨区号过多，只会觉得自己记不住，但是这几个数字连猴子都记得住，难道你们还比不过猴子吗？很好的激将法，已经有不少新区号的人觉得没什么了。不过他们忽略了一个真可能连猴子都比不过的人，辛巴。他很快就站上了舞台，向人们揭露电讯公司的骗局，那就是保留原有区号的人都住在春田镇的富人区。虽然有钱人们还想掩饰辩解2句，但是辛巴不会给他们机会，直接说出了穷人被潜规则的事实。这一下新区号的人都炸开了锅，觉得辛巴所说确实很有道理，见下面有人支持，就干脆做得更加彻底一点，随手就打算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，可惜质量不过关。不过没事儿，那就实施 B 计划，创立一个新的城市。这样伟大的愿景一下子就让下面的人振奋了，大有天下云集响应，迎两而紧从之势。就这样，所有939区号的人们都跟着辛巴走了。另立新城辛巴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镇名上加个新字，然后就什么都不做，坐等全国橄榄球联盟加盟。刚巧来了一个职业橄榄球队，辛巴都看不上。这时候众人当然是极力吹捧辛巴，甚至鼓励他成为新镇镇长。可惜他很明显误会这份工作的职责，原镇长现在已经把所管辖地区的名称改成了旧春田镇，并且愿意对新镇伸出和平的橄榄枝。可惜这个积极的发言直接被辛巴的啤酒瓶子打断了，一开始就把新旧春田镇的矛盾摆在了明面上。辛巴当了镇长之后，官架子也摆起来了，吃饭都要带着他的镇长条幅，也不愿意听新小妹的正确意见。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划分区号这样的小事能闹到直接另立门派，这不就像是每次爸妈吵架也闹分家吗？辛巴却说新小妹不懂，他和辛巴是政治联姻。紧接着面对狗仔亲密举动
就证明了这一点，他们只是做给别人看的。两个镇子被划分得很彻底，就连飞盘扔到了旧镇，小新都不能过去捡，甚至还被混混脱掉他的裤子。机智的小新马上表示作业也进旧镇了，这可真不错，作业有人帮做了。连买东西的新妈也备受纷争的困扰，不仅需要加收50%的镇外人口税，而且连在商店卫生间方便资格都没有。此时电视上主持人正在阐述新镇的现状，懒散怠工导致经济极度不景气，并且那的人长得不行，还言谈粗鲁。当然这些症状在辛巴身上确有体现。为了给旧镇人民添堵，辛巴带着儿子拉掉店员总闸，很快旧镇就处于一团黑暗之中，这确实让他们损失惨重。不过他们很快就实施了报复，将运往新镇的啤酒全都倒在了河里。不甘示弱的辛巴集结小伙伴直接把水源断开了。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河床上竟然铺满了金子，这可让富人更富了，全都穿金戴银的，甚至还公开对辛巴这个镇长表示感谢。有了钱之后，水自然也不成问题了。辛巴再次劝辛巴停止这可笑抗议，毕竟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谁知道辛巴完全抓错了重点，表示应该建一道墙隔开新旧春田镇，可是他根本拨不通修城墙的电话。不过他的柏林墙终究还是建好了，用一些废弃乱七八糟的材料。镇长辛巴开始了发言，首先他感谢人们留在这什么都没有的新镇，不过现在有个问题需要解决，那就是下水道。卡尔打断他的演讲，下水道都是其次，一堵墙立在这儿，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。人们都为这件事感到慌乱，谁知道辛巴根本就没有打算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下人们都不干了，纷纷越过了城墙前往旧镇，就连獾都不愿意在这里待着。看着人们纷纷逃离，辛巴表示自己还有话没说完，大家停下来看他有何高见。原来他是想叫人吃狗肉，这下仅剩的几个也跑了，只留下辛普森家还在这里。对比旧镇的繁荣昌盛，车水马龙，新镇街道脏乱不堪，让人难以忍受。但是辛巴还幻想着人们一定会回来的，因为谁谁乐队演唱会将会在这里举行。然而最后一点希望也被辛小妹破灭了，因为乐队演唱会举办的地点在旧镇。我小新向辛巴表示他们可以去请乐队过来，说不定这真的可行，不过他们要先准备麻醉剂。混进谁谁乐队休息室，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儿。辛巴很快就见到他的偶像，开门见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，可他们并不想轻易打破与旧镇约定，来都来了，不达成目的怎肯罢休。作为多年老粉丝，辛巴对乐队歌词那是信手拈来，并且表示旧镇那些老古董根本不可能接受了摇滚乐，这可就不得不让他们重新考虑一下表演地点了。短暂讨论之后，他们决定就听辛巴的安排。举行演唱会的当晚，旧镇的观众聚光灯已经就位，没有人不喜欢谁谁乐队，即使是自持清高的小丑和目中无人的秃头。然而今夜注定让他们失望了，因为演唱会的声音从新镇的方向传来。海盗拿着望远镜一看，乐队竟然朝着新镇的方向走去了。对于抢走乐队辛巴，人们自然是不能放过。此时的乐队已经在城墙上表演起来，很快他们就因为观众太少有些扫兴，为了能吸引旧镇人过来，辛巴直接自己站在城墙上开启了自嗨模式。还没等他嚣张多久，一个瓶子就打在头上，原来是旧镇镇长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感，故意说新镇车位又多，每天都有谁谁乐队演唱会。触犯众怒的辛巴很快尝到了苦头，虽然第一弹火球没有什么用，不过紧接着他自己中弹了，还是乐队成员及时扑灭了火焰。当明白他们是因为缺号划分闹成这样，乐队都觉得他们太傻了，因为用一台自动加拨的电话就能轻松解决问题。有了办法之后，辛巴就开始点歌，但是乐队却表示墙不拆就不唱，于是辛巴就换了一首歌，劝说无果，那就别怪他们使点手段了。乐队把音量调到最大，然后就开始唱起了歌，巨大声响直接震碎劣质城墙。旧镇人民在这无以伦比的歌声中冲进了新镇，见大势已去，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辛巴对辛妈说，好了，你疯狂计划就此破产。这自然是让辛妈满脸问号，这关我什么事儿？不过辛巴没有等他继续说下去，就用沾满麻醉剂手帕把他弄晕了。由于需要划分，就惹出这样一场闹剧，可谓是让人啼笑皆非。但辛巴所说问题却是事实，富人常常利用手中的钱与权，把穷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但世间有千万种解决问题的方式，能够让彼此双方达成共赢，可是他却偏偏选择最极端的方式，而且在被奉为领袖之后，没有担负起自己的责任，整天无所事事，坐吃山空。生活并不是只有眼前享乐和得过且过，一味的纵容自己，只会滑向欲望深渊。当尝到成为领导滋味后，辛巴再也不能对权力放手，他不再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，为了能够继续当镇长，不惜修墙断梁，让人不禁思考，不假思索的斗争是否真的能给世界带来和平？崇尚暴力者打着为自由而战的名号，被幕后之人推向罪恶的深渊。如果一切都向着毁灭的方向驶去，那么曾经说过要带着民众走向辉煌的誓言，现如今也不过是最大的笑话。最后的最后，也只是回到最初的模样。这场有头没尾的抗议，也只是历史的大海中掀起一朵再小不过的浪花，然后就归于沉寂。
里，上位者依然掌握全部的公共资源，而无知的民众只能如同棋子被抛弃，甚至由于抗争的失败，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更为被动的人生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